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。嗨，你今天好吗？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任务哦，我们要一起搭乘时光机回到12世纪的德国。没错，我们要透过一个超级刺激的冒险故事来认识这句英文俗谚的由来。你准备好出发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在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欧洲啊，有一对兄弟。对，哥哥叫做卡尔，那弟弟叫做汉斯。卡尔就是那个天生的探险家，整天就想着要去外面的世界闯荡。可以想象就是那种待不住家里的人。真的，那汉斯就刚好相反，他个性比较文静，就负责留在家里照顾家族的葡萄园。这种兄弟党的个性反差真的很经典耶。所以卡尔后来真的跑出门了吗？跑出门了，离别的时候啊，汉斯还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送给哥哥一条他亲手编织的围巾。哇，弟弟真的很贴心呢。是啊，卡尔也答应弟弟说，不管走得多远，他们永远都是最亲的兄弟。结果卡尔一离开家，就在旅途中认识了好多陪他一起喝酒、唱歌的伙伴，像是海盗啊、猎人还有商人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对卡尔来说，这些吃喝玩乐的朋友简直就像亲兄弟一样。听起来他在外面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多彩多姿啊。不过故事通常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大转折了。你猜得超准。几年后，卡尔在一次寻宝的时候，意外掉进一个好深好深的山洞里，还摔断了腿。天哪，那太危险了吧！他当时一定以为那些平时称兄道弟的伙伴会马上来救他，对吧？他真的是这样想的。但残酷的是，一天一天过去了，那些朋友觉得爬进山洞实在是太危险了，竟然连半个人都不愿意来帮忙。哇，这对卡尔来说打击一定超级大的。平常把大家当好兄弟，结果遇到危险全部跑光光。对啊，不过就在卡尔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，山洞上面突然传来了呼唤声。难道是留在家里弟弟吗？就是汉斯。他一听到哥哥失踪的消息，立刻放下手边所有的工作，带着绳子翻山越岭，勇敢地爬进那个危险的山洞，把受伤的哥哥给背了出来。哇，这段兄弟情真的太感人了啦！经历过这次生死关头，卡尔应该就彻底明白了吧？彻底醒悟了，他终于懂了，那些平时一起喝水或是喝酒的朋友，终究是比不上身上流着相同血液的亲人。对，这就是这句12世纪德国谚语最真实的含义。血代表的就是天生注定的血缘关系。没错，那水代表的就是没有血缘的交情。这句话就是在说，亲属之间的纽带是永远不会被时间或者是距离给冲淡的。不过说到这里，我其实有一个小疑问耶。现在网络上好像很流行一种说法，说这句话的原意其实是战场之血浓于子宫之水。啊，对，这个说法最近很常听到哎。对啊，意思好像变成战友之间的情谊比家人还要亲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完全相反的解释啊？这点其实非常有意思。其实语言学家们早就去研究过了，这种战友比家人亲的说法，多半是现代人自己发明的重新诠释了。所以根本不是原意了。真的不是，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社会，大家很看重团队或是朋友之间的革命情感，才衍生出这种新说法。但如果回到几百年前，这句古老谚语刚诞生的时候，它最原始的意思，确确实实就是在强调家庭纽带的不可替代性。原来这才是历史的真相，大家千万不要被网络谣言骗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想用英文来表达家庭永远排在第一位，就可以用我们今天学到的这句话。没错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试着说说看这个很实用的句子。Family comes first because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. 意思就是家庭第一，因为血浓于水。不管你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，家人永远都会是你最强大也最稳固的后盾哦。对的。不过在我们今天结束这一趟时光机探索之前，我想留下一个小问题让你动动脑。哦，什么问题？你可以想一想哦，虽然我们今天学到了血浓于水强调家人的重要，
但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，当你跟某些朋友一起经历过非常非常困难的挑战之后，你们的友谊也能变得像血一样浓厚，甚至让你把对方当成真正的家人呢？哇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你自己去慢慢探索的问题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见。